我们现在在美国的西雅图，然后这边这个地方正好叫做西湖，和杭州的西湖罗江名字是一样的。你觉得区别是什么？我觉得说实话，区别就这个地方让我非常的不爽。为什么你会不爽这边的西湖呢？那你看这些人，现在是工作日，现在是工作时间，这个点凭什么？全部都跳在西湖里。我说实话，我就现在看了有点摩拳擦掌，想要对他们施展功夫。为什么你会摩拳擦掌？为什么会在西雅图呢？是因为我们的好朋友呢，永劫无间给了我们一个任务啊，他们希望我们在西雅图这边呢，能够来探访一位功夫巨星李小龙的故事。他们今年再次和李小龙这个 IP 合作，所以说呢，我们就是送到这边来带你看看李小龙曾经他待过、留下痕迹的地方。让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个西北地区叫做西雅图的城市有什么高明之处。讲真，提起李小龙，我的印象里只有电影《死亡游戏》里那身经典的黄色连体服，他超强的近距离爆发力，还有大学时期我看了李小龙传记，印在脑海里面的那一句 Be water, my friend。那除了这些，我好像也说不出更多了。所以这一次，我们将带着谁是李小龙这个问题，来到这座与他息息相关的城市西雅图。他在这边读书、练武、悟道，也在这里组建了家庭。那不得不说，现代的西雅图是我来过的大公司最密集的地方。无论是亚马逊、星巴克还是波音等大公司，都在这里设立了总部。那虽然相比我们所在的杭州上千万的人口，西雅图只有不到100万的人，但是他们创造出的文化或者整出的活，还是非常独特的。怀古，你跟我说这是西雅图的一个景点？是这样的，据说是世界最恶心的5大景点之一。你敢信我们背后的这不是五彩砖墙？我给你拉近一点再看，这是几十年来所有的美国人吐出来的口香糖。就他以前这里有一个喜剧剧院，然后很多人很喜欢看这个，然后就整个这一条街都是排着队，然后他们排队很无聊嘛，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吃口香糖，然后就往上面一贴，然后后来这个他们就变成了一个习惯，贴的人多了，后来政府实在无奈了，说那就这样吧，然后就变成景点了。对，1999年他把这里承认为景点了，在 IG 上会有人专门去舔这个，从下把那个从下面这样子。有人会去舔这个，有人会把这个丝从下面这样子。我受不了这太变态了，太变态了。好，有了，就他允许这边政府鼓励你买口香糖，你决定你要糊个怎么样的？不会是我的头像吧？我有这实力，我还来上班。李志威现在这个嘴和一个3D 打印机是差不多的，你仔细想，它里面有个喷头在来回移动。我打印了一只蝌蚪。好，我好像摸到边上那个了。你，这真的是当之无愧的我来过最恶心的景点。说真的，不只是我，包括同行的小伙伴们都会觉得西雅图很像杭州。这里同样绿树成荫，有着美丽的湖畔景色，高新技术公司云集，甚至共同享有美食荒漠的标签。那接下来，我们想循着李小龙当年的足迹，好好的逛一逛这座城市。我们去的第一站，便是他曾经攻读戏剧还有哲学的地方——华盛顿大学。现在我和李思维站的这个地方，就是李小龙曾经会过来读书的地方。这里是华盛顿大学里面的一个图书馆，但这个图书馆真的有点离谱，是不是你见过最离谱的图书馆？这个挑高，快看往上看，这个挑高。我要给你看一下它的高度。就是这个图书馆太高了，然后我们背后面这个地方像是一个教堂，但它是个图书馆。你看，在这里读书也太爽了吧！我们得找到一本你在这里面觉得最离谱的一本书，我们各找一本，看看这个图书馆的上下限有多高。比谁更离谱？更离谱。OK。好了，来看一下你的书。我找的书是地球的形状调研大全，就是地球为什么有可能是方的，是平的，有可能是平的，地平说、地圆说。我这个书也很有意思。如何制作奴隶？这个书太美国了。但是呢，这本书啊，虽然标题是这样，我研究了一下，它讲的是欧洲的事情。因为欧洲也有，确实对就是美国人不讲自己怎么造奴隶，但是他讲欧洲怎么造奴隶。没错，你作为一家公司的老板，可以读一下这本书。那先给你上一个环。我们谁的更离谱？你觉得哪个更离谱？
说真的，这个苏塞罗图书馆真的非常漂亮，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容易沉下心来学习和思索。我猜测李小龙电影里那些带着哲学思考的台词，就有一部分来自于图书馆的阅读和积累。在参观唐人街的陆荣昌亚洲博物馆的时候，我们惊讶地发现李小龙有超过2800本藏书，从各类的运动工具书籍到老子的《道德经》，他的涉猎非常的广泛。遇到喜欢的段落，你还会看到他在书页的边缘写满密密麻麻的批注。而除了看书，李小龙每天的锻炼也不会落下。而去年李小龙的训练计划在海外突然就爆火了，不少人都争相效仿，这就是他一天的训练计划。那我自己不是健身健将，不知道有没有大哥可以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一个什么强度。但是呢，虽然我不懂，但至少可以和李思维一起来体验一下。李小龙他正常健身有好几个循环，有的是拿49公斤的这个杠铃蹲来蹲去的，那种东西我们玩不了，我很担心腰椎断掉。但是我们可以试一个。你有点像竹节虫生病了，你好歹做了之后面色是很红润了起来，气色变好，气色好。我怎么听咔嚓一声？3、4、5、6，难道你真的就是李17？难道你真的就是李小龙吗？事到如今，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你了。你有没有什么动作是，就是你引以为傲的？我引以为傲，别人难以复刻的。倒立 show time 是这样的。太久没倒了，不是人家很潇洒。你帮我翻上去好不好？不是，等会别人万一有人进来很奇怪。不是，万一有人进，我手没有力，翻上去。我手没有力气了，这怎么办？举不起来。反正呢，我们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李小龙他这些健身的东西真的不是正常人能够做的，就哪怕是他最简单的一组做不了，就是你要标准的做是一点都做不了的。没错，说起李小龙啊，我又想起别的事情了，你是不是也？应该就是《永劫无间》以李小龙健身经典影片和武道哲学作为设计灵感，推出了《龙之影》和《龙之道》2个系列外观。《龙之影》系列外观分别致敬《死亡游戏》、《精武门》、《龙争虎斗》、《猛龙过江》这4部经典电影，而《龙之道》系列外观则从求真、自知、无拘、至纯、不惧、灵心这几个角度去呈现李小龙的武道哲学。那此外，你还可以在《永劫无间》中体验李小龙的双截棍武器，他的动作设计由李小龙传人亲自动捕，让李小龙的武魂用另一种形式活在每一个玩家的身上。那当然，光从我们自己的视角故地重游，似乎难以深度了解李小龙。而正好在我们拍摄陆荣昌亚洲博物馆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为我们引荐了曾经在博物馆工作的讲解员汉，他是李小龙的忠实粉丝，也非常愿意带我们去看看这位功夫大师过去在唐人街的足迹。于是我们约好先品尝一下这个李小龙过去最喜欢的餐厅之一——大同饭店。So what are the food he normally eats? Wow, his favorite dishes is oyster sauce beef. Okay, oyster sauce beef. Yeah, if he come by himself, he loves to sit here. Okay, so this is where he loves to sit. The way like that. The exact place. Yeah, it's Wow. there. Right? 牛肉，李小龙最爱吃的牛肉。说实话，我觉得比一般的中餐厅好吃一点，甚至是吗？比我们印象中的那种什么熊猫好吃一点，但是也没有好吃太多。那再来个虾吧，这个虾没有很入味，然后里面会有一点点腥味，就是它不是新鲜的虾，大概率是冷冻虾。我会给它可能不够及格的分数，可能10分只有5分。餐厅本身的态度，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非常非常高级，服务满分，口味 I give a 4。I would agree. You would agree. The fair review. There we go. Very fair, very fair. Wow. 你有没有觉得很神奇？就是他怎么都认识？他就说在西雅图，因为其实城市很小，所以你街上每个人都会认识，只要你从小在那边长大。我都不用说，我已经多少年了，我好像从来没有在街上遇到过我认识的人。至少不会我们在杭州街上，我李思维是你吗？来 ，come on， 然后就这样，然后就是 How are you doing？ We're just saying like in Hangzhou. Yeah.
I don't think I've ever done this before. Even if I see someone I know, I would be like, maybe he doesn't want to talk to me right now, so I just fade away. Yeah, you don't want to be, interacting. Yeah, right. Yeah. Here in this building, upstairs, apparently Bruce Lee used to teach cha-cha classes. He was the grand champion of cha-cha. It's quite special. Like we know him for martial arts, but he's also professional for cha-cha, right? Yeah, it's also professional cha-cha. Yeah. Which I think, if you think about it, his philosophy, that's kind of that mixed martial arts connection, right? Yeah. Being well diverse in different type of talents, how do you incorporate that in different skills? 据说李小龙在唐人街租用过一个地下室，作为自己锻炼和教授武术的工作室。在这里没有偏见和歧视，李小龙秉持着有教无类、来者不拒的理念，各个种族的学徒都可以在这里学习。后来成为他妻子的 Linda， 当年也是在这里拜师学艺的。我们很想去这个工作室看看他现在是什么样子，但是工作室的位置信息基本只留存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很难从互联网上找到任何具体的位置。好在汉作为一位中德混血儿，从小在这片区域长大，凭着对这里的环境和人的熟悉，还有对李小龙的热爱，在长期的问询和调研之后，他推断出了李小龙曾经工作室的位置。So cool. The basement. 曾经李小龙，这里是真的不会有人知道的，就是。This would have been more of like just a safe space for him to kind of practice and train. So it wouldn't have been his like maybe formal like Zhongfang school, right? Okay. But this is more just like a space where he wanted to take people, introduce them to Chinatown, and kind of break down the fact that, hey, we're not that different, right? Yeah. That's his philosophy. He didn't want people to look at Chinatown and be like, hey, this is unsafe, dangerous, I'm disconnected. He wanted it to be a place where I welcome you. And anyone's able to train with me. To my knowledge, I think his first studio spaces would have been like right here. Should be right here, right? Yeah, 101, 102 in this section here. And again, I think the reason why it's not preserved is he wasn't that famous icon back then. Yeah. He was just a guy renting out a space, trying to practice and kind of hone his skills. That's true, though. 虽说李小龙的工作室早已淹没在时光里，但是唐人街里还是保留了不少传统中国文化。汉作为西雅图武士队的一员，也热情地邀请了我们去舞龙武士工作室看一看。This is actually really, really cool. 哇，你们必须得来看一下这个。就你敢信汉他这边，哇，就你敢信在西雅图的一个房间里面有这么多舞狮，还有传统的东西吗？ Yeah, have y'all ever been inside a lion? I've never been inside a lion. Do you want to? What if we can? If you allow us? Yeah. Lee, come on, you will be the head lion. I've never done this before, but somehow I know how to do it. Inner calm, that's right. Yeah, it's in my vein. Don't break it. The stance. Yeah. The stance, yeah. Really fast. Really fast. Whoa! Damn! And you guys are all good? 转圈，李思维，转圈。 Are you tired? Okay? That's really tiring, to be honest. Not bad. Not bad. Yes. 你觉得这个舞狮怎么样？哇，我觉得我很震撼的一个点是，我们真的接触中国文化，其实还挺少的。在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我一直觉得汉就像一位非常儒雅谦逊的讲解员，而直到他开始舞狮的表演，我们才明白他习武多年，一直热爱舞狮舞龙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 That's some of the movements within lion dance. 看傻了 Powerful 太傻了，这都不是一个东西啊！他每一下动作都超级有力，超级孔武有力。是。Describe the joy of lion dancing. The joy of lion dancing? Yeah. I think the greatest joy is you kind of see the next generation. Yeah. Every time you interact in the streets, you can see a lot of kids kind of light up and enjoy the dancing that we do. And you can kind of recall for many of us, right? Yeah. How it felt seeing lion dancing. Wow, happen. yeah. Yeah, that spark, you know, that can maybe lead them to a journey of something like this. 2天后，西雅图唐人街作为全美唯一一个国际唐人街，会举办不同的民族文化表演，有来自韩国、日本、非洲等不同地区的表演。
而当我们听到西雅图舞龙队的锣鼓骤然炸响，惊鸿相见的龙声在街道穿行，汉舞着龙头快速从我们身边跑过，全场迎来最热烈的掌声时，我们确实能感受到汉所说的那种 spark， 那是在异乡土地上突然迸发的文化共振和温暖星火。1964年离开西雅图后，李小龙辗转来到好莱坞，先后在《猩红侠》、《蝙蝠侠》等电影电视剧里出演配角。但在当时的偏见和歧视之下，他始终难以在好莱坞获得主演的机会。于是，在1971年，李小龙回到了香港，参与了《唐山大兄》影片的出影。这部真材实料的武打片一经问世，便震动影坛，创下了票房纪录。随后，《精武门》、《猛龙过江》还有《龙争虎斗》，一部部经典的影片接连涌现。其中，《龙争虎斗》还成功在美国上映，并在票房上力压很多同期的好莱坞大片。而在1973年7月20日，正当李小龙雄心勃勃准备拍完《死亡游戏》时，他的生命却在32岁骤然定格，一切戛然而止。这个是他最经典的话之一：以无限为有限，以无法为有法。就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在我意识里面、潜意识里，我甚至觉得他还是活着的。就因为在我认知里面，我没有觉得他是有过离去的这个新闻，我只从来都知道这个名字。是，所以就现在看到就知道他其实和我们根本就不在一个时代里面，很早就逝去了。李小龙在香港逝世，医院公布的资料显示李小龙死于脑水肿，但具体的死因至今仍是一团迷雾。墓碑上的李正帆是李小龙的真名，因为李小龙出生于旧金山，也就是 San Francisco，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三藩市。父母希望李小龙能够震动整个三藩市，所以取了这个名字。而今天来看，李小龙不仅实现了父母的寄托，更以其影响力震动全球。墓碑上7月20日是李小龙的忌日，我们在忌日前夕来到这里，正好遇到了曾经在餐厅和李小龙一起工作过的老先生 Donald。He taught you before, right? About martial arts a little bit. Just some movements. What was it? Jeet Kune Do or the? Jeet Kune Do, yes. Yeah, but we only learned very, very little of what he was doing. Some of the movements he would show us. Yeah. He would demonstrate to us some of the movements and the kicks. Yeah. For his size, he had above human capabilities, I think, in terms of dexterity. Yeah. And I don't think anybody here that we knew of was as fast as Bruce. He was one of a kind. So what was like the emotion, the feeling when you heard the passing of Bruce? Shocking. It was shocking, right? No one expected. Yeah, very unexpected, and I was wondering what the cause was. Everybody did that was from here. Yeah. We hope that his legacy and what he stood for can be carried on, and because he had a lot of good qualities and values that he was trying to, I think, pursue in his own life, but also instill in other people. Yeah. So this area, you notice, this is Brandon and Bruce are buried here. Yeah. Well, this is where the Lofan, the white people would be buried, not Chinese. Okay. Chinese are down there. Wow. Segregated, very segregated. My mother and father and my brother are buried down near that corner. Okay. 在上世纪60年代，虽然排华法案刚刚被废除，但是华裔乃至亚裔都被视为二等公民。李小龙的出现很大程度改变了许多人对于所谓的东亚病夫的看法，而我们也很好奇，在2025年还会有多少人记得李小龙？于是，在2天后的李小龙忌日，我们再次来到了李小龙的墓前。这一天，我们看到了黑人老哥为了致敬电影《死亡游戏》，真的身穿经典黄色连体服前来吊唁。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各地的截拳道学徒在墓前逐个摆出他创立的招式。当李小龙当年的学生告诉我们52年过去了，这座墓碑前的鲜花几乎从未断过时，我们便知道李小龙已经用拳头和思想
为所有在文化激荡中飘荡的人凿出了一道光。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I think something about the Oriental, the true Oriental should be shown. All type of knowledge ultimately means self-knowledge. Here is the natural instinct and here is control. You are to combine the two in harmony. Ultimately, martial art means honestly expressing yourself.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do. I do think that things of Chinese will be quite interesting for the next few years. Once the opening of China, that it will bring more understanding. And maybe in the contrast of comparison, some new thing might grow. So therefore, it's a very rich period to be in. 我们刚才在讨论，就是如果死了以后墓碑上应该写什么，我其实也没想好。本来我刚刚想的是无限进步，但是感觉这个东西太怪了。然后李思维提出一个天才的想法，你觉得写什么比较好？就写那个离线素材，然后弄红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 Adobe 里面那个离线素材，我这应该将来采纳你这个点。那太好了，对吧？那我得不定期过去看看，对吧？就看，然后突然有一天素材出来了，哇，那太牛逼了！好，各位好，开始了。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个人可能没有把这个死亡这件事情看得一定要所有人围着我哭什么的，不要。我觉得还是搞笑一点，可能是我个人的底色吧。我就觉得挺好的，有人经过能笑一下。没事，这个需求我记下了。如果我有机会帮你办的话，我一定给你办上。好的，我一定给你安排上。你是真的很会说话，李思。有机会的话，好的。所以这边就是西雅图的整个太空针塔，这个建筑毕竟是太空竞赛时期造的，就非常狂野。你看，我给整个人这样贴在玻璃上，随时会掉下去的感觉，但是就是没有人管你，这边就是允许你这么干的，非常非常离谱。然后西雅图整个城市，我觉得我给的评分还是会不错的，差不多7分是我会给的10分制的话，就是它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然后玩的话东西会相对偏少一点，稍微匮乏一些。对。但是能来看看李小龙的生平，我觉得也还挺不错的。就这次如果真的要我说点色话的，我会说参透是我一直在想的一个词，就是我想李小龙虽然他在世的时间不长，但是他一定是参透了一些道理。听了这么多人讲他的故事，就也许他应该是参透了武术，也许是参透了怎么把武术给艺术化，并且让大多数人愿意去欣赏这个艺术，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想很多人追寻的应该都是人生中参透一些东西，你可能投入所有精力只能参透世界的几条道理，不一定是真理，就至少是一个基本的规律。比如像物理学家穷其一生可能参透一个公式，比如说一个艺术家或者作曲家穷其一生参透到底什么样的曲子能够打动他人。那同样的，对于我来说，我可能这辈子想研究就是怎么参透一个内容能让大多数人都喜爱，并且能够受到触动，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我们至少目前还没有到这个水平。那我觉得好奇，你会想参透什么？一辈子想找寻的规则。最后，非常感谢永劫无间对于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在这个时代，很感激还有一批人在为一个时代符号不被时间湮灭而努力。生无拘，心不朽，是永劫无间与李小龙联动的 slogan。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它像一根丝线，将李小龙永存的精神力量与永劫无间对武道的探索坚持牵引缠绕，同时牵动了数千万热衷武道美学的玩家心弦。我相信秉持着这种信念，会让热爱武道、热爱永劫无间的玩家们一直热爱下去。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给我们点赞、投币、3连转发，这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